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公司里，你总是做的最多，走得最晚，但升职加薪永远没你的份儿。在感情中，你体贴入微，百依百顺，对方却越来越冷淡，甚至觉得你烦。在社交场上，你处处为人助想，怕冷场，怕尴尬，结果别人根本不把你当回事。你可能会抱怨，为什么老实人总是吃亏？为什么那些冷淡、自私，甚至有点坏的人，反而混得风生水起？问题出在哪？不是能力，不是人品，而是他们对人性的用法完全相反。第一个，解释。小明是一名勤勉的企划人员。某次周会，老板误以为某个数据出错是小明的责任，语气严厉地质疑了他。小明急坏了，心跳加速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立刻开始翻手机，找邮件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老板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份资料那天我是发给小美的，小美没确认，不是我没做。结果呢？”老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：“行了，别推卸责任了，下次注意。”同事们都看小明紧张的不知所措。为什么小明输了？因为他掉进了自证陷阱。在生物本能中，被群体质疑意味着被排挤，所以我们渴望解释。当你急于解释时，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：你的评价对我非常重要，我需要得到你的认可。这一刻，对方的地位被无限拔高，而你则把自己放到了受审者的位置。面对质疑，不解释是因为我不屑于你的审判。当你不自证时，你就没了弱点。大多数人一被误会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怕，想立刻说清楚。不是那样的，你听我说，我其实不是故意的。但你要明白一件残酷的事，在现代社会里，越急着解释的人地位越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告诉对方，你有资格审判我。真正站在高位的人，不需要自证，他只需要表态，因为不确定性比解释更有压力。第二个，过度善良。你是否觉得只要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会对你好？听起来很美，但在现实里，这句话只对有边际的人有效。阿芬结婚5年，是公认的贤妻良母。她每天早起做饭，把老公的衬衫熨得没有一丝褶皱。老公回家，她连水都倒好递到手上，她以为这叫经营幸福。然而，老公对她越来越没耐心，甚至开始嫌弃她，没有生活情趣。阿芬委屈极了，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你不心疼我？阿芬犯了经济学的大忌，过度供给导致价值归零。人性中有一种极度卑微的本能，对于轻易得到的东西，大脑会自动将其价值降为0。为什么好人总是被消耗？因为人性有一个很肮脏但很真实的规律，免费的东西会被视为没价值。你越是随叫随到，对方越不会珍惜。你不是在付出，你是在训练别人怎么使用你。反人性的做法是什么？不要急着给，先让对方付出一点，停止单向输出，让对方为你投入了精力、时间甚至情绪。他的大脑为了证明这些投入是值得的，就会产生一种补偿心理。第三个，合群。我们都怕被孤立，所以不想去的饭局还是去，不想聊的话题还是附和。但我要告诉你一句很扎心的话，低品质的合群正在慢慢吃掉你。强哥为了积攒人脉，每周参加各种饭局，他笑脸迎人，帮每个人倒酒，加了几千个电话好友。他以为自己人脉很广。某天，强哥的公司遇到困难，需要一笔周转资金。他翻遍通讯录发了一圈信息，得到的回答全是最近手头也很紧，无法帮忙的回绝话语。那些酒桌上的兄弟，在他落难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成年人的世界，社交的本质是等价交换。如果你是一粒沙子，你硬挤进珠宝盒里，你依然是沙子。没有价值的社交，本质上是在浪费生命来掩盖内心的虚弱。实行社交断舍离，构建孤独价值。强者明白，人脉不是你认识谁，而是谁主动来认识你。与其花时间去吹捧别人，不如花时间去雕琢自己。
当你忍受住寂寞，在某个专业领域深耕到不可替代的地步时，你会发现世界变得异常温柔。你不需要去挤进圈子，你本身就是圈子。第4个，藏风。有些人有点成绩就想被看见，这是本能，但也是危险，因为太早亮牌的人最先被针对。老张在老家拆迁拿了500万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在朋友圈发了存单照片，请邻居亲戚大吃大喝。他本以为大家会为他高兴，没想到几个月后，亲戚开始找他借钱不还，邻居背后议论他肯定是走了歪路，甚至有人举报他违规领取补贴。老张的好日子从他炫耀的那天起就结束了。这就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。我希望你过得好，但我绝对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。你的成功在别人眼里是对他们失败的无情嘲讽。当你炫耀时，你在别人的心理防线上狠狠插了一刀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光而不要，让别人说话，你只补一句关键；让别人表演，你当背景。久了，你会发现一件怪事，大家开始对你保持距离，却又不敢忽视你，这叫敬畏感。第5个，情绪。愤怒会让你感觉自己很真，但谁先情绪化，谁先输。2个人争吵，一个吼到脸红脖子粗，一个突然安静，最后失控的人会开始怀疑自己。谁先动怒，谁就交出了控制权。真正的威慑力不是来自咆哮，而是来自那种令人心里翻毛的极度平静。第6个，利益。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不懂算计，而是故意少拿一点，因为那一点让出去的利益会变成未来的路。小王和大李合伙做进口贸易，第一笔单子赚了100万。小王精算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贡献大，非要拿60万，大李默默接受了。第2年有更好的项目时，大李没找小王，而是找了另一个伙伴。那个伙伴主动说，这次利润我们3期开，你7我3，因为你有资源。几年后，小王还在守着那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，而大李的生意已经做遍了全国。趋利是本能，但舍的是智慧。运用让利战术，买断长期的未来。如果你有10利拿8分利，请只拿6分，那剩下的2分利不是损失，而是你为自己购买的信用保险和未来期权。当全世界都知道跟你合作一定有肉吃时，所有的财富都会排着队来找你。顺住本能走，你只能成为大众的一员，随波逐流，任人收割。只有当你学会反助人性来，你才能从那99%的平庸中抽身而出。当你想发火时，选择安静；当你想解释时，选择沉默；你想索取时，选择给予；当你想炫耀时，选择藏风。这很难，因为这是在跟你的人性对抗，在跟你的原始大脑开战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启发，请在评论区留下绝景2字，让我们知道，在这条通往强者的孤独道路上，你并不孤单。